本周新闻提要：俄罗斯北溪天然气管道遭不明势力打击泄漏，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增派4万军队，10万民众反对，瑞士坚持采购美 F-35战机，德国战机2战后首次飞抵日本联合演习，美陆军新型单兵无人机进入量产阶段。话不多说，翱翔马上开始喽！当地时间9月27日。从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北溪管道遭遇不明原因泄漏。根据瑞典海岸警卫队勘察，已经出现4个泄漏点，其中2个位于瑞典专属经济区，另外2个则位于丹麦专属经济区。而这起事件经过2天的发酵，俄方发言人在29日表示，北溪天然气管道泄漏不可能是意外，很可能是国家层面的袭击行为。那么这件事究竟是哪个国家干的呢？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此次管道泄漏确实是故意破坏，因为这条海底管道的外层是厚度27到41毫米的钢壳，外面还包着60到110毫米的混凝土，一般的攻击是无法对其造成损伤的。同时4处泄漏点是在24小时内差不多同一时间被破坏。而根据丹麦和瑞典2国记录的数据，当时发生了2次大威力爆炸，其中一次爆炸测量值为里氏 2.3 级，相当于2战中的一枚大威力的炸弹，这很明显是普通组织无法做到的。而乌方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表示，这很有可能是俄方自导自演的袭击，想要在冬季前制造恐慌。然而德国却指出，乌方或与乌方相关的势力也有可能参与到本次的管道破坏中，因为北溪1号管道暂时关闭后，俄罗斯天然气只能通过途经波兰或乌克兰的管道系统向德国和中欧输送。而根据翱翔查阅的信息得出的结论与乌方一样，这很大概率是俄方所为，因为此次的攻击事件发生在波罗的海上，位于丹麦博尔霍尔姆岛20公里的领海线附近。领海线是沿海国家测算领海宽度的起算线，基线内向陆地一侧的水域称为内水，而此次事件发生的位置刚刚超出领海线，这种精确性很可能是为了避免北约各国更强烈的反应。其次则是这一次的水下攻击到底是如何进行的。从理论来讲，在波罗的海相对较浅的水域中，应该很容易检测到潜艇，因为那里的深度很少超过100米。但负责调查这一事件的国家始终提到过没有发现潜艇，因此一位英军专业人士就推测，此次管道泄漏事件应该是一艘经过伪装的商船路过此处，铺设了水雷，并设定在几天或者几周后引爆。这种行动需要隐秘性，但不需要特别专业的军事资源或者装备。同时考虑到乌军没有波罗的海出海口，所以他们发起攻击的可能性较小。此外，这一次受损的主要是俄方资产，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拥有北溪1号管道 51% 的股份，而北溪2号则由其瑞士子公司拥有。这样一来，北约或者其他的西方军事组织很难以资产受损为由介入。而这一事件与3年前在海湾地区发生的多起攻击邮轮事件有相似之处，毕竟这些事件都经过精心策划，目的是制造民众恐慌，但造成的伤害较小。因此假设俄方是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幕后黑手，那么这就是一次赤裸裸的示威行动。不过目前以这些消息很难确定就是俄方干的，所以只能这起事件的后续发展了。与此同时，地中海东部的2个国家也因为天然气或许会再次产生摩擦。当地时间9月28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将在塞北部增派驻军。目前土耳其已经在塞浦路斯部署4万军队，并且准备使用陆海空武器、弹药和车辆予以增援。目前地中海东部的塞浦路斯还处于矛盾之中，为什么土耳其会突然紧张起来呢？事情还要追溯到2周前，本月16日，美国已经取消了2023财年对塞浦路斯军购的限制。土耳其政府担心，一旦武器禁运消失，
塞浦路斯将加强自身的军备，加剧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两国在这片区域的矛盾从1960年塞浦路斯独立后就开始了。当时岛上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发生冲突，两个国家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很快介入，双方在塞浦路斯大打出手，但没过多久，在国际社会的调节下停战，并划分了军事分界线，形成了南北分治的局面。尽管后来土希双方达成和解，实现了塞浦路斯国家的统一，但分治已经成为事实。同时，两家在岛上的明争暗斗也没有完全停止。而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各国对石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高，以及东地中海公海区域油气资源的发现，土希两国都开始竭尽全力开发靠近本国区域的油气能源。于是塞浦路斯也成了继波斯湾和里海之后的又一个重要油气产区。不过大家都知道，海上油气资源的开发就是在海上布设管道，然后输送到国内，这钱赚的可谓是相当轻松，谁都想自家的资源更多一点。再加上关于海域划界的矛盾，土希两国的关系可谓是摩擦不断。如今随着塞浦路斯的武器禁运被解除，希腊、塞浦路斯和以色列的东地中海联盟关系只会越来越紧密，土耳其当然不乐意了。还有一则消息是，瑞士与美国成功签署了一份价值62.5亿美元的军购合同。按照合同，美国将于2027到2030年向瑞士提供36架 F-35A 战斗机。有了解的朋友或许知道，其实瑞士政府早在去年就有购买这批战机的计划，但是由于政府内部有反对的声音，并且发起了超过10万人的公投，阻止签署此项军备采购合同，导致了购买计划被叫停。这不由让人感到困惑，为什么瑞士会在民众不支持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的 F-35战机呢？这就需要我们先了解一下，目前瑞士空军装备了哪些主力机型。首先是 F-5虎2式战机，这是美国诺斯洛普公司在1962年推出的一款外销专用机，分别有对地攻击的 F-5A、强化对空作战的 F-5E 以及 RF-5战术侦察型。虽然这款机型听起来有点老，但 F-5E 是诺斯罗普在上世纪70年代专门针对苏联 MiG-21 开发的机型，生产数量超过2224架，是一款使用成本比较低的战机。目前瑞士空军仅装备了 F-5E 和 RF-5共53架，接下来则是 FA-18CD 大黄蜂战机，其中 C 型的单座版装备了25架， D 型双座版装备了6架。在了解瑞士空军的主力战机后，我们不禁会有这样的疑问，瑞士有这么多战机应该够用了吧？并且瑞士包括国防军备采购在内的很多重大决策都是通过公投决定的，民众的意愿与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对瑞士政府采购军事装备产生关键影响。例如2014年，瑞士选民通过公投拒绝了从瑞典萨布公司购买 JAS-39鹰狮战机的计划，这让国防部不得不重新进行策划。那么为什么他们要不顾民众的意愿，还要执意购买 F-35呢？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欧洲各国都将俄罗斯视作假想敌，而今年俄乌战争的爆发更加剧了这一点，因此瑞士不得不加大国防预算，购买先进装备来增强空军实力。其次，瑞士空军使用的是 F-5系列战机，技术和设备老化严重，在世界现代军事工业高速发展的今天，很难满足战场的需要，因此瑞士也急需一批先进战机来替换以往老旧的机型。最后则是 F-35技术层面的优势了。目前 F-35与各国空军主力装备有很大的代差优势，即使是同代战机也是最强的那一批，同时也得益于美国强大的军工研发，在 F-35上使用的技术更加成熟可靠，可以通过更新部件的方式迅速迭代升级，并且它的性能也在战场上经过了实战的考验，因此 F-35就成了瑞士的首选机型。接下来是亚洲板块，当地时间9月28日，
日本防卫省表示，3架德国战机抵达日本，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开展为期3天的共同训练。在此次演习中，德国和日本将分别派出3架台风战机和3架 F-2战机参演。据了解，这是历史上双方的首次联合训练，同时也是2战后德军最大的海外军事部署之一。那么此次德日联合训练是为了什么呢？2战中，虽然这2个国家是盟友，但相隔遥远，双方的空军交流也仅限于日本参战前派遣观察员观摩德英不列颠空战，以及德国通过潜艇向日本提供了 Me-163 火箭动力战斗机技术等极为有限的内容。2战后，2国同为战败国，重建的空中力量以战术性和防御性为主，因此也少有出国执行任务，难有碰面机会。而此次到访日本的德国空军，主要任务是参加澳大利亚北部的 Pitch Black 22联合军演，因此这也成为2战后德国空军首次出动前往远东，也是他们最大海外军事部署之一。根据日方透露的信息，此次联合训练科目包括编队和导航训练，目的是促进相互了解，加强防务合作，并提高双方空军的战术技能。双方训练的范围仅限于编队和导航。虽然双方演练的科目相对简单一些，但却可以提升德国与盟友的联合空战能力，同时帮助德国战机融入盟友的作战指挥系统。根据德国空军总监格哈茨中将透露，此次德日双方演练完毕之后，德空军的分遣队还将赶赴韩国进行类似的演练。最后我们来看美洲板块。近日，美陆军已正式授权美国无人机制造商 Skydio 公司为他们的短程侦察计划生产 X-2D 无人机。而这个短程侦察计划，简单来说就是一款可单兵快速部署的小型无人机系统，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监视活动。X-2D 则是专门为短程侦察计划开发的一款4轴旋翼无人机，整体尺寸在折叠后小于一张 A4 纸，高约9厘米，重量仅 1.4公斤，使用时仅需75秒就能完成部署，最长飞行时间35分钟。机上配备的 GPS 夜间飞行和频闪照明系统，使其可以在白天和夜间不间断作业。值得注意的是，这款无人机内置有人工智能系统，可实现360度避障，并对人员和车辆进行检测。机身携带16倍数码变焦的 4K 摄像机和前视红外摄像机，能够进行自主监视，围绕目标点进行智能跟随，提供实时的空中侦察图像。上世纪90年代之后，美军开始把城市战作为未来陆军作战的发展方向，因此他们就开始大力发展微型无人侦察机。1996年，美国国防部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款纳米无人机黑寡妇，其翼展仅 15.2 厘米，重85克。不过当时这款无人机主要用于试验，所以并没有实际的装备部队。2003年，美陆军正式装备 RQ-11 大乌鸦微型无人机，这款无人机长约1米，拆解后可放入背包内携带，由单兵手抛起飞，续航时间90分钟，工作半径达到10公里，具备良好的静音性能，可使士兵更为隐蔽地传送和接收信息。目前最小的微型无人机是美军黑蜂无人机，其重量仅33克，长 16.8 厘米，续航时间为25分钟，遥控距离是1公里，飞行时几乎完全静音，能够悄无声息地去侦察战场情况。它曾在阿富汗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单价高达19万美元，因此美陆军投入使用。而 X-2D 无人机的交付生产，则标志着美陆军微型无人侦察机家族再添新成员。该机具备便携性、实用性等特点，未来美陆军单兵配备无人侦察机必然会成为现实。好啦，本期军事新闻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本频道的朋友们，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吧。